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台湾，我是 Brian。今天我很开心有请到这位朋友，美女，这位美女，我是香港的迪达 ，Hello。迪达刚来台湾的时候是在台湾当学生，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在台湾也当过大学生，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讨论一下一些我们来到台湾觉得蛮惊讶的地方。首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就是在台湾当大学生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东西。那你自己是一来的时候觉得，台湾学生做这些事情好像蛮特别呢？我直接觉得是蛮疯狂的。怎么说呢 ？Crazy，知道吗？香港不会 crazy 吗？因为香港没有那一个东西，比较少。哦。然后可是这里呢，连大学生都很容易有那一个东西，它就是机车。然后呢，我朋友呢就会跟我说，要不要去夜冲？你知道夜冲这个东西吧？所以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好像大学生有3个夜嘛。哦，夜冲、夜唱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夜冲、夜唱、夜店吗？店吗？是吗？好像是啊，有道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兴奋，我想，好啊，当然要去啊，什么都要试一下嘛。然后他们就很多台的摩托车，然后载着大家冲去阳明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是阳明山，反正就是文化大学的那一条路，就看一个夜景，这样我就然后下山，然后就下山。那你待在上面多久？我是带了2包零食上去了，吃完就下山，然后大概都是4、5点才回到宿舍，累死。自此呢，我去过1次，我就好像就算了，就太累啦。是哪一种？人生做过1次就够了。对，真的是够了。特别是你到大4的时候更加没有力气，你大1的时候还比较有活力啊。对。对吧？其实我另外一个也是比较常做的是夜场的啦。夜唱你讲一下，我觉得你经验很多的感觉。其实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是刚好有很多很喜欢唱歌的朋友，因为是我大4的时候，但是我大部分的学分就已经在美国已经拿到了，对，已经修完了。所以你很空咯，没什么课咯。我还是有课，因为我需要有课才可以拿美国的补助。OK。但是我可以翘课。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其他朋友他们也还蛮闲的，我们就常常会去唱歌，然后就是大概 maybe 晚上10点9点就去唱，然后唱到早上10点5点6点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连锁的，就是他们里面都会有欢乐吧，所以里面有吃的有喝的，然后要的话可以自己带酒进去，就要付一个台币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超级划算，因为我们美国其实非常少 KTV， 然后我自己很爱唱歌，特别是中文歌，因为我高中就开始听了。所以我觉得这几样东西呢，就是你当大学生一定好像要盖一个印章的一件事情，一个活动。对，是一定要做到的。没错。那你来这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学生跟学生之间要交朋友之后会不一样吗？你说方法吗？对。我跟你讲。这个是我大1来的时候，我的室友疯狂给我就是要下载那个台湾有独特的一些大学生 APP 的一些 App， 就像是 D 卡，然后 D 卡为什么他那么积极叫我下载 D 卡？因为你每过12点就可以滑一个人，滑一个异性，看他什么大学帅不帅啊？不帅的话就又要等24小时。你没有这个东西吗？我来的时候不好意思，迪卡还没有发明了，我是2010年的时候来的，所以我嘿，我也应该没有比你老多少吧？拜托，你都40岁是吗？谢40岁，开玩笑啦。那你那时候就是，那你用什么 APP 吗？那个时候就是手机大概是 iPhone 3而已啦，所以有一些软体啊，但是那个时候你来的时候，大家会教你申请一个那个 PTT 的账号。哦，我有听过这个，可是我不会玩。你会听过你知道它长得怎么样吗？我记得它是黑底白字的。对，它是黑底白字，然后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古老。然后虽然我很老，我2010就来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还在用这一种科技，我觉得台湾这么发达，为什么还在用这一种古老的东西呢？就是没有图片，什么是这样吗？他们有图片，但是是用纸写出来的。
对啊，就是可能有一横，然后是蓝色的，然后就黄色，然后就他们会画出，但是用大横或是什么。天哪！可是这个东西还是很多人用可是我完全不会，而且他们说要申请账号超难。我的话就已经是 Dcard 的那一个年代了，然后呢，就是好像是全台湾的大学都会在上面。对啊，现在都看到。反正都是大学生围绕着大学生的一个 APP， 就是整个盖过 FB 什么的之类的。对，你看毕业之后就没有再玩，所以你好好珍惜这4年来还是学生的身份。真的。那像是你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制度或是政策会让你觉得还蛮特别的很惊讶？最奇怪的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天进去我的就是在台大的中文课，他们给我们一个小那个叫什么手册吗？手册。对 ，handbook。然后就是在最后一页我看的时候，他是说学校会有权利选择要不要放假，要不要放假，在以下的情况中，就是那些台风正常地震，然后如果有飞弹飞过来。对，你看到的时候吓死我看到了，真的很吓到了。然后就是隔一天，我跟我妈妈讲电话的时候，我又跟她提到，其实她后面是有写这样子哦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ancel class in the event of earthquakes, typhoons, or air raids。真，她吓死了。她说我到底是把我的儿子送去哪里呢？但是到现在住在台湾11年，就已经知道也安全，还没有那个飞弹飞过来。对。那我的话呢，就是学校很重视体育课，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体育课是必修到，你没有修完这个体育课，你不能毕业。好奇怪。对，是每一个系哦，就是你这个是你的必修课，比你主修更重要的感觉。你主修修完，你没有去打那个排球，你不能毕业。它就有一个学分在，你这4年呢就要把这个学分修完。就是需要一个体育的学分。没错，那时候全部人就很惊讶，而且会觉得都来到大学了，还要必修体育这样。对啊。对啊。我也觉得听起来很怪。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台湾的学校也是有一些设备，或是可能是社团或是运动是还不错的。像我在台大的时候，当交换生，他们会安排一个 buddy。然后你的 buddy 就可以帮你，就是在台湾就是比较容易融入台湾的生活啊，带你去一些地方啊，这样子。你的学校也有吗？有，那时候其实都有看到一些海报，就会说有没有人愿意去帮这些交换生去跟他们这1年里面当他的 buddy。你要有一些规则的，譬如说你可以先写你本身就有英文的底子，或是你有学西班牙文还是韩文什么的，你可以先填上去，那你选上的机会就比较高。因为如果可能我跟一个韩文的交换学生，可是你一句都不会讲，他可能也不会讲英文嘛，那他们就会先优先选一些有学过的去跟他做交换，去帮他。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想要继续练英文啊什么的，就会申请这一个 buddy。去来带你们这1年交朋友，带你们去玩。我还是觉得那个时候来，我遇到其他的学生，就是一些同学都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就是非常主动的去帮助我们外国人在台湾。你有遇过什么样的状况吗？我也是有看到，就是我会走在校园里面，台湾的热心是非常主动的，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可能盲人的学生。然后呢，只要是他们一看到就会上去，就说要不要你要去哪边，要不要扶你过去，还是什么之类，是很主动的。哇，非常主动。你应该有遇到他们有帮你吗？就是外国人。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脚是骨折，所以我走路用拐杖嘛。然后就是同学看到我想要拿我的那个我买饭的时候要拿那个盘子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会帮我拿这样子。对，你知道那时候因为在这个环境，你也会慢慢就觉得，哇，你也会变得越来越主动，愿意。一开始你会很害羞或是有点害怕嘛，可是你看到哇，台湾都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自然。对，就是这是应该的，就是他们有需要就去帮，你也会被影响的。对，非常好。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来台湾当大学生的一些觉得特别的地方。那如果你自己是觉得当大学生有什么特别的经验，你也可以下面留言，或是如果你想问在我们自己国家当学生是什么样子，也是可以留言。然后另外，我们拍这一支之前，我跟蒂大就一起有另外一部合作的影片，而且那一个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跟你讲，我们制作什么？我们是要 PK 台语，头好痛，真的头好痛。但是我说那一部真的超级精彩，所以你可以上面按一下，然后过去看。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然后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IG。好，谢谢来宾爱台湾，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